照片上的这套别墅，相信罗美媛女士和董大海先生应该是最熟悉的吧？不是我埋怨你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。买房子这事儿就你们俩知道，怎么罗丽也知道了？找的那小娘们儿，跟她好好谈谈。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。您说这事儿，我真没法答应。老董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这是民事纠纷，打到天上去就是钱的事儿。你这叫明目张胆的贿赂对方的律师，这个要落实了，你是要负刑责的。董哥，其实用不着这么复杂，您就找几个朋友，信得过的啊，写一个借条给他们，让他们拿着条去找苗女士，让她还钱。这离婚前的财产得分配，那债务也得分配啊。她要是不还，你就让他们拿着条去法院告她。她不是喜欢打官司吗？天天让她打。好，我处理这事儿。哎呦，那董哥，我送送你。小刚，我是不是得防着你点儿啊？知道您什么意思啊？你最近给客户出的主意，可都够毒的。您敢说这些个法子您脑子里没想过？我这不是怕您不好意思开口吗？小刚，世间万法看起来都是有为法，如果有一天你能用无为法去面对得失利弊，你才真的能学有所成。记住没？老婆都无为没了，再无为就饿死了。来了。你好，是董太太吧？你们是？哎，看来是嫂子没错了。嘿，嫂子好，嫂子好，嫂子好。我们是大海哥的朋友，大海哥经常跟我们提起您，说您特实在、特贤惠。是。那个董大海他没在家，还没回来。没事没事，嫂子，大海哥说了，有什么事儿找您也行。你们是一家人吗？一家人。那请进吧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嫂子。来来，不客气。哎，坐。哎，坐。你们有什么事儿啊？嫂子，董大海从我们那儿借了点钱，完了我们最近也是。您看您这儿什么时候方便？多少钱啊？你看这个。2000万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1年多了。你说，他们非逼着我替董大海还钱，他们说要是我不还的话，他们就到法院去告我。他们说，他们手上有欠条，你知道吗？有欠条，可是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为什么我要替董大海还钱呢？那钱董大海什么时候借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那钱我1分钱我也没花着啊！董大海都把那个钱给那小三儿，给那罗美妍给他花了，你知道吗？跟我没关系。你说这董大海他现在怎么就变得这么坏呢？啊？为什么？可能他不想死得太难看吧，所以才出这样下三滥的手段。我告诉你们，他让人来逼着我还钱，我知道为什么。他就是为了逼我，逼着我让步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凭什么要让步？我为什么要让步？我才是受害者呀，是不是？咱们这样，我告诉你啊。在没有罗美妍之前吧，就是我和我们家董大海，我们俩可。
美玉知道吗？咱们那时候都管他叫汤小妈，你觉得这事儿我们能让他知道吗？现在都9点多了，你还不回家吗？我今天跟他说我加班。你真的别这。媳妇儿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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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加完班我就想喝一口，我就出来，我没告诉你，对不起，老婆。没事儿啊，我刚好路过，看到你的车，就进来看看你。你不生气是吧？抱我。这是我刚盘下来的酒吧，以后乾坤再想喝酒，就让他来这儿，我替你看着他。好了，回家吧。这衣服呢？美玉，乾坤是个好男人，好好照顾他。走了啊。再见。
这是董大海向我借钱写的欠条，我能看看吗？这是复印件，原件已经做了公证。本来我不想拿出来，但是如果你们非要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的话，那我也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赔。这借款一共是8000万。当时借钱的时候，董大海还没有离婚。后来我买现在的别墅，董大海以支付房款的形式还了一小部分，还有将近6000万没有还。全部借款都是发生在离婚前。他离婚的时候又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他的前妻，所以，我可以请求法院判决由其前妻苗锦绣共同偿还。董大海，8000万，8000万，你干嘛去了啊？你借这8000万干嘛造宇宙飞船去了啊？投资啊，赔了。投什么资啊？赔什么呀？你少蒙我。那个所有过程啊，它都不是目的。在过程中，我们找的所有证据，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满足目的。我们双方能不能认真的想一下，我们究竟的目的是什么？老董，中间这些过程，咱们能不能把这片翻过去？不能。为什么要翻过去啊？凭什么就翻过去了？我跟董大海20多年吃苦受累，现在他成了大树，我就翻篇了，让别人乘凉去了，凭什么呀？不翻。那你也不能把这大树给砍。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算干嘛的？石爱东，这主意肯定是你出的吧？你不回答就是默认。没事儿，出吧，不就是借条吗？多写几张。我告诉你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苗锦绣的下半辈子我什么都不干了，我就干一件事儿，陪着你们打官司。我还就不信了呢。池律师，出来一下。8000万的借条啊，亏你想得出来！你们这出双簧也就能蒙得了苗锦绣。哎，这种借条你敢拿到法庭上去吗？你那么大一个律师，你不知道这种行为叫作伪证，叫讹诈吗？事先声明啊，这8000万的借条我不同意。董大海这么做是他没脑子。但是你站在董大海的立场想想，他不就是想离婚吗？对吧？他之所以给苗锦绣下这么个套，就是想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。这个他在经济上没有亏待苗锦绣呀。你们倒好，这一竿子撸到底。你把这个罗美园的房子一捅出来，对于他来讲意味着他隐匿和转移资产。你们如果再对他的资金申请一个财产诉讼保全，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啊？我们做的都是合理合法的事情，我们也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这董大海他是一个糙人，逼急了他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如果他真做出一个两败俱伤的事儿，咱们都下不了台。石海东，你这算是在威胁我了。你能不再给你的当事人出那些歪招吗？一会儿上门恐吓，一会儿送表，今儿又冒出8000万，你的路数还都一样哈。你下次能换一点新鲜了吗？我也提醒你了，你再有下一回，也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甭等下一回，那你现在就让苗锦绣去告董大海作伪证，好吧？你把董大海和我都送到监狱里去。你作为苗锦绣的代理律师，你干嘛不认真想想你的当事人要什么呢？我怎么做律师，不用你来教我。曹乾坤是在这里上班吗？是的，他现在在开会。等他开完会以后，我带你进去找他，可以吗？曹乾坤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里边，别躲着我，躲得了吗？你不能进去。出来！别拦着我！到底藏哪儿了？曹乾坤，曹乾坤，别以为找不着你，我告诉你，今天非得把你揪出来。在哪儿？给我出来！
得有意思吗？我就想问问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你非得当着全公司的人面，你要跟我吵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非得过来给我下马擂台？你是不是非得要跟我吵？你是不是让所有的人？我说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别哭啊，媳妇儿。不是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不哭了好吗？对不起，媳妇儿，对不起好吗？啊，不哭了行吗？老公，这段时间你很反常，我是怀疑你，也跟踪过你。我一直以为你一定是在外面背着我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可是我今天才知道我好失职啊！你工作上遇到这么大的波折，你每天见到我，你还要在我面前强颜欢笑。为了不让我担心，我知道你每天都假装正常上班，为了省钱，开车到地铁站，坐地铁，我还总让你给我买这样那样的奢侈品，我真的是太不好了，老公，你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帮到你，还是我身边的好朋友石江支援你。石江，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，但是真的特别感谢你能够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工作，谢谢你。好自责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老婆。老公，你答应我，如果以后你再碰到任何的困难，能不能先告诉我？我想跟你一起分担。我当美玉，不是只能跟你同甘，我还能跟你一起共苦。就是上次我见着那女的，怎么认识的？我、美玉、石江，我们仨原来就认识，而且那个时候石江他就挺喜欢我的。后来去了美国肯定就没联系了嘛。那时候呢，前段时间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就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上了。他跟你老婆都认识啊？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所以了才来问问你。不是要离婚吗？离个屁婚啊！那跟他分开不完了？我也想，可是你说，要分开哪那么简单？说实话，他对我挺好的，人又听话，说啥是啥。但是我跟美玉那块儿，嗨，那句老话说的特别对，你知道吧？结婚一定要找门当户对的。你知道我现在都不敢回家，我一回家就特别。
那个董大海给罗美媛买房子那事儿吧，知道的人特别少。董大海就一直奇怪你怎么能知道呢？我这儿压力特别大。放心吧，不会说的。我知道你不会说的，可是我过不了我自己这关。我最近特怕见着迟海东，我也特怕见着董大海。其实我想跟他们坦白来着，可是我怕我说出来，人万一不原谅我，可怎么办啊？而且吧，我那会儿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不瞒你说，我都想换工作了。是吗？那你找好地儿了吗？我一毕业就跟着迟海东，我认识的人太少了，而且你也知道咱们这圈就这么大。我要是去别的律师事务所吧，我要是进去了也就算了，我没进去，再让迟海东知道了，那就更不好了。行，那我帮你留意着，回头有合适的，我会给你推荐的。哟，姐，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！我这最近都快得焦虑症了，整晚睡不着觉，我纠结的要命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才想今天约你出来吃个饭。现在说出来心里舒服多了。喂，妈，哦，你上车了哈？行，明儿早上我接你去啊。好嘞，拜拜。阿姨要来啊？那我找个车去接吧。啊，不用。不是，车站现在打车太麻烦了。我上回去接一个朋友，打车打了1个小时，而且你说这么大冷的天，风又这么大，老人家受不了这罪。那方便吗？方便怎么能不方便呢？不方便也得方便，不是吗？那个是明天一大早的车吧？那谢了。没事儿。那女的有那么好吗？好啊，我看着很一般。你是光看人外表，没看人内在。我当然看不见她内在了。看来你只有挥刀自宫这一头。你烦不烦？哎呀，修行的太差，继续吃素吧。劝你几句吧。你以前怎么闹都行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唐美玉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现在是当爸爸的人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负责任。你能把那张照片发给我？姐，那我明天早上7点钟过来接你，我们早点去，我怕堵。好嘞，我等你电话啊，拜拜。拜。
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俩第一次好的时候。我知道那天你是装醉的。咱们家里好多声音，空调的声音，和冲滴水的声音，那只走的老不准时的闹钟的声音，宝宝的哭声，还有你的笑声。忽然觉得这些声音都好好听。姐，那我明天早上7点钟过来接你，我们早点去，我怕堵。好嘞，明天早上我等你电话啊，拜拜。哎，我倒要看看是谁。哥，你在这锻炼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帮忙接一下罗律师他爸妈，一会儿就回公司了。哪儿来的车？这公司车不能用，我借了一辆。哥，那个我一会儿折回来接你吧。来得及吗？我尽量。池海东不会为难你吧？他这人其实有时候心眼挺小的。你们俩最近都不太说话了吧？以前。你能在他手底下干那么长时间，还是挺不容易的哈。姐，我看您跟那个吴老师挺熟的，我听说他那边最近在招人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，看他那边需不需要招像我这样的？行，回头我给你问问吧。哎。有对象吗？阿姨，我没有。那你没有？没有。车在哪儿？你可真行！你刚才站台上就问这问那，我没好意思说你。那人家一普通朋友，你问这干嘛呀？得了吧你！普通朋友啊，跑到火车站来接你爸接你妈，妈就是一天到晚瞎操心。那都像你那样不操心。是。
我觉得他就有点老年抑郁。您北京有没有好一点的精神病院带他看看去？不管你啊，你才抑郁呢啊！我这家我在这家我能不抑郁吗？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活着，你爸早就黄昏恋了。不是，你说你这。行，那箱子。哎呀，我说我们家呀，该练的不练，这不该练的完了瞎练。妈呀，你在外边给我点面子吧，好歹这也是伟大的事业。咱注意点说，我就回家吵去。行。叔阿姨，别上车。好的，我坐前面。你跟闺女坐后边。我可以跟人家聊聊，我问问。亲爱的妈妈，上车吧。这个您帮我看看。我大伯，他在北京无儿无女，然后想说我给他养老，将来把这房子过给我。你接回来了？罗丽爸妈，啊，接回来了，我都送家里去了。路上太堵了，我刚才就没来及去接您。他怎么会想起让你去接他爸妈呢？我也觉得纳闷啊，他最近总是约我这事儿那事儿的，我不知道。小刚，罗美元房子的事儿，会不会是你跟罗丽聊天的时候无意中提到过？这个绝不可能，我跟他在一块儿，但凡他提到案子，我一个字儿我都不会提的。